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狂战奥拉夫。狂战是奥拉夫的绝活哥的新赛季新版本的出装符文搭配。奥拉夫绝活哥的话是玩的是上路。这里面呢也是有新的装备，然后奥拉夫的技能也是有版本更改过，像他的大招现在是有加25的被动啊，大招被动有加25的护甲和25的魔抗。然后开启大招的时候可以获得5点攻击力，然后持续4秒，然后大招可以免疫嘛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像那个首先大招的那个向就是往敌人奔跑的过程中呢，会有移速加成，这个是还是有的。然后就是你每对敌人平 A 一次，或者说释放一次鲁莽挥击，就是3技能 E， 都会增加大招的持续时间，最多可以增加至2.5秒，所以4秒加2.5秒的话就是6.5秒。然后就来说一下它的装备了。装备的话，第一件出机核，机客的聚合，可以大招的时候释放大招以后，可以增加自己的那个范围内可以增加，就形成一个风暴嘛。可以减速，而且可以有个 AOE 的伤害。然后在这个大招范围内的话，也可以有移速加成。所以这件装备，而且对于奥拉夫来说，它是需要出肉的，所以它的血量又有护盾，然后又有法力值，又有那个减 CD 效果。所以它的这件第一件的核心装备就直接是集合了，而且它的那个出装价格也很便宜，2700对于一个奥拉夫来说，正常发育在6分钟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支援团的。如果能现杀的话，那可能会直接出到1件半。然后第二件装备呢，就是光明装备的日炎了，增加了一个献祭效果，就是它的献祭就是说附近有英雄或者10级野怪死掉以后，会让它的伤害增加至10%，增加11%，就是它的日炎装备的伤害。然后第二个装备效果就是献祭满城时攻击会燃烧附近的敌人，这就是日炎的标准效果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严禁，就是献祭满的时候，路过的时候，走过的地面也会燃烧，所以别人追你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燃烧效果。然后，燃烧的效果对小兵的那个伤害会更高，所以这个版本对于奥拉夫来说也算是小加强，增加了团战的续航能力，然后又增加了那个带线的能力。第三件装备选择出这个自然之力的话，还是增加一些魔抗嘛，毕竟前面都是物抗。
然后关键的话就是来到第4件装备，第4件装备破剑者。虽然说对很多英雄来说不一定说有收益什么的，但对于带线英雄来说，破剑者的那个收益很高，又能增加，因为以前是有队友在附近就吃不了那个装备效果嘛，现在是完全可以了。而且打塔的话，加上爆破的话，后期拆塔能力非常，就是中期到中期拆塔能力都非常强。这里面要快6分钟了，清完这波兵线得回去补个装备，打支援团了。看到没有？那个集合的那个这件装备真的前期便宜，又各种就是在他所有技能上又有加成，又能持续他的续航能力。这件装备真的特别适合那个狂战。然后像现在第4件的话，破剑者还有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后期带线的话，对于蛮王来说就很爽的一件事情。这里面的话，往中路靠，看队友是想打先锋还是小龙，要逼过对面过来开团。这里面狂战是有优势的。这里面队友最后哥这边选择上来清一下线线，不然的话，当然这样的话，对面先靠先锋，那只能选择去拿小龙了。这里开大，直接把武器追到死。你看，有了这件装备以后，武器第1件是还没有做出来的。对面武器大概率第1件是要做那个3项嘛，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直接用大招劈死。因为像集合它是会提供那个伤害的。像这个等级的情况下的话，能起码造成500以上的那个魔法伤害，最低是造成480嘛。如果你一直全程都在烫的话，估计能造成个700-800的魔法伤害。如果对面魔汉高一点，可能就会少一点。这里面对面想收这个狂战，就像破剑者，其实有一些人会说它是版本陷阱，因为现在的小兵确实很脆啊。如果说你在你的超级兵，比如说你有超级兵的时候，你一样能给到超级兵双抗的话，到后期对面清兵的话，其实不好清的，就是有可能你像对面有小炮啊，不，那个炸弹人，或者说那种都是手特别长，然后一套技能下来就把一整套兵线给清掉了，那就他们就有拖后期的机会嘛。那如果说你有超级兵加上那个大龙，对吧？然后再加上你的物抗的话，他们就不好清了。有可能直接超级兵都不好清，就是不用大龙 buff。有大龙 buff 的话，估计那超级兵都跟一个英雄一样了。那个坦度，这里面选择出一件小制裁，后期再选择是不是要做这个小制裁的装备。而对面的治疗还是蛮高的，这里面极限的一个拉扯出塔。那这局的话，对面其实不好打，阵容没那么好打。像这边的话，有维恩在后期兜底吧，这不是有亚索这种。
这里面看看找个机会嘛，回去补个状态。这样的话，像这种节奏的话，大概12分钟左右应该就快结束了。可能12分钟都到不了。这里对面打起来了，队友打起来了。这边莉莉娅的一个后面骚扰，对面 C 位没有一个输出的机会。那这里面把武器赶死。然后对面直接选择投降了，因为这小龙他们抢不到了嘛，或者大龙他们也碰不到资源。那这里的话，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祝你们上分愉快。